而就在以色列多次扬言要打击伊朗境内目标之际，该国相关军事行动的绝密计划却遭到泄露。18号，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个人账户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布了这些绝密文件。文件带有只能由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查看的标注。据一位知情人士证实，这些绝密文件是真实的。一位美国官员表示，泄密令人深感担忧，美国目前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这些文件的描述十分详细，显示大量内容由美方编制，这也是美方十分恼火的原因。文件显示，参与以色列军事报复伊朗计划制定的包括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等部门，他们涉及武器弹药的调动，以及以色列空军空对地导弹以及无人机部队的部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绝密文件还暗示了以色列一直拒绝公开证实的事情，即该国拥有核武器，但文件也宣称，美国不认为以色列将对伊朗使用核武器。目前尚不清楚相关文件是在被黑客攻击后泄露，还是被美国情报人员故意泄露。美国中情局等近年来多次主动或暗中泄露情报给媒体，以达到威慑的目的。美国主流媒体认为，这次泄密事件发生在美以关系极其敏感的时刻，将会激怒以色列。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穆罗伊表示，事件或削弱美国与以色列信任，阻碍未来协调及合作。还有美国官员对是否还有其他绝密文件已经被泄露表示担忧。在以色列的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所以这种机密的文件泄露其实是有意的，就是可能对以色列持反对态度的人，对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府这个政策呢不认同的人，他们就故意的泄露了相关文件。近日，美军一架咆哮者电子战机在训练中坠毁，机上2人下落不明。美军近期事故频发，是设备维护不佳还是疲劳驾驶？美国自诩为所谓全球警察，但美军士兵已经疲于奔命。来看报道。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6号消息，当地时间15号下午，一架美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华盛顿州雷尼尔山以东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发生坠毁事故。美海军当天出动包括 MH-60S 直升机在内的搜救队前往坠机现场。经过1天搜救，美军称已找到战机的部分残片，但事发地雷尼尔山气象条件较差，给搜救带来阻碍。目前机上2名飞行员仍下落不明。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军今年以来至少第4起战机坠毁事件，且涉事战机均价值不菲。上一次发生在5月，一架刚出厂的 F-35B 战机在科特兰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飞行员在事故中受重伤，当时震惊美国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次事故中的 EA-18G 咆哮者属于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衍生特制型号，但其目前仍被认为是世界现役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电子战飞机之一。由于搭载有干扰吊舱、通信对抗系统等高性能电子战设备，导致其首次出厂造价超1亿美元，与当前美军最先进的5代战机 F-35相近，是名副其实的美军高价值现役装备。鉴于现代战场中电子战博弈烈度加剧，美军已广泛装备这一机型。目前美海军每个舰载机联队都会编制一个 EA-18G 中队，此外该机型也被广泛部署至海外，日本、德国等目前均有部署。2016年开始，美军将该型电子战机部署至菲律宾北部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此后多次出现在南海方向进行敌近侦察。对此，也有美国舆论分析，事故原因或与美军近年来的高强度部署有关。本次涉事战机来自美国海军最古老的电子攻击中队 VAQ-130，该中队近期刚随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在红海完成了长达9个月的超期部署，期间共执行近700次作战任务。观察指，美军常年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世界警察，执行快节奏、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美军官兵高度紧张、疲于奔命，面临崩溃点，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事故率上升。他在海外驻防了这么久，那回到本土战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说让他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状况。那在执行任务还出现失事的话，那当然是不是机件因为操作频繁，
或者说飞行机组员他可能之前的任务太繁重，那这些当然要去调查。不过就是说，这个战机的确是美国海军唯一的这种电战机，那所以虽然它的这个电作战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相对而言只能依赖它。对美国海军来讲，电子战的部分的战力多少会有一些影响。事实上，越来越多迹象显示，装备维护保养正成为美军多军种头疼的难题。近日，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称，隶属于美国陆军的水上后勤舰艇正面临保养不善的严重问题。目前能够随时执行任务的舰艇比例仅40%，远低于相关政策要求的90%。自2018年以来，美国陆军舰艇的数量从134艘骤减至70艘。报告指，这无疑限制了其满足印太战区对陆军水上舰艇最为迫切的任务要求的能力。有观察指，美军在印太方向对后勤保障舰的需求加剧，或与美军近年来尝试的海上预制战术有关。这一战术的核心是对运载工具的高强度使用，将核心基地部署的物资在必要时快速转移至岛屿等分散目标。不过尴尬的是，尽管美陆军共有8艘海上预制舰，但均为租借的商用大型滚装船，原因是美军自己的后勤船只面临老化、供应短缺和零部件过时等维护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在为加沙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临时码头任务中，美国陆军派遣的相关船只就因锈迹斑斑被指没有得到妥善维护。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时修筑的临时码头耗资约3.2亿美元，但建成后接连发生搁浅、破损等重大安全隐患，在没有正常使用1天的情况下就被拆除。3.2亿美元打了水漂。当时美国舆论叹息称，这些钱还不如用来修船，哪怕是直接发给加沙难民也更有价值。的确，美国陆军它本身自己就有一个船队，但是船队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的运输兵单位，那它主要是用来运输重型或者大型的装备，比如它有配属像有这种后勤支援舰，然后像有通用登陆艇跟大型登陆艇，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我们知道有很多太平洋地区有很多岛屿，那它如果要在岛屿之间部队机动的话，如果是用空运的方式，它可能数量会比较少，那势必它大部分还是要以仰赖这种海运的方式。美国造船能力严重萎缩也是另一个尴尬的现实。美国海军协会网站今年早些时候曾报道称，为了修船，美国海军不得不到处求人。今年3月，美海军后勤支援舰沃利施艾拉号由韩国一家造船厂进行例行检修。此外，有意向承担这一任务的还有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甚至早在2022年，印度船厂也曾接到美国海军的维修保养订单。不过，美军舰出海就医的做法并非长远之计。分析指，尽管日本、韩国和印度具备一定的造船和维修能力，但对于美海军庞大的维修需求而言，这些国家的能力显得远远不足。此外，根据美国商船法规定，美海军战斗军舰的维修只能在美国本土进行，且军舰维护保养工作涉及大量敏感技术，如果泄露，将对军事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目前，美国本土能够承接军舰建造和维修任务的造船厂仅剩4家，具备驱逐舰建造能力的则只有2家。由于长期缺乏订单，工人大量流失，美国船厂也很难雇佣到具有合格技术资质的工人。有媒体此前就披露，负责核潜艇维修的4家美国造船厂积压任务严重，导致近37%的攻击核潜艇停用，等待维修。以美国博伊西号核潜艇为例，该艇从2015年开始等待维修，直到今年才送入修理厂。外界据此也认为，虽然美英澳奥库斯协议提出给澳大利亚海军提供8艘核潜艇的任务，但根本没有可用的船坞，预计最快也要到2040年，澳大利亚海军才能收获，那已经是16年后的事情。美国的造船业本身，它其实从20世纪开始到今天的话，慢慢它在衰退的状态。那美国海军事实上你会看到，近几年来它的出勤率非常高。那出勤率非常高，代表就是说我的维修的需求也很大。那这样状况来讲，的确会影响它的舰艇的妥善率。